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孙子兵法。孙子说，管理大军就像管理小队一样，关键在于良好的组织和分工。指挥大军作战如同指挥小队一样灵活，这依赖于明确的信号和指挥体系。要让整支军队在面临敌人攻击时依然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关键在于巧妙运用正面作战与奇袭战术的结合，而攻击敌人时能够像用坚硬的石头砸向鸡蛋那样轻松取胜。关键在于掌握敌人的虚实，找到他们的弱点。在战争中，通常先用正面兵力与敌人交锋，然后用骑兵取得胜利。所以，擅长运用骑兵的人，其战术变化就像广阔的天地一样无穷无尽，又像江河一样源源不断。这种变化是循环往复的，就像日月更替，生生不息，也像四季轮回，死而复生。好如声音的基本元素不过5种，但5种声音的组合变化，却产生了听不完的美妙音乐。颜色的基本种类也不过5种，但5种颜色的组合变化，却能展现出看不尽的美丽画卷。味道的基本类型也只有5种，但5种味道的组合变化，却能让人品尝到尝不完的美味。战争中的战术变化也不过如此。奇袭与正面作战相互转化，如同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，谁也无法穷尽它的变化。快速流动的水能够冲走大石头，这是因为水是强大的缘故。凶猛的鸟儿能够迅速捕获猎物，这是因为它们动作迅速且节奏把握得当。因此，善于战争的人，他们会创造有利的态势，并且行动迅速果断。态势就像拉满的弓弩，而行动的节奏就像扣动扳机的一刹那。在战场上，虽然情况错综复杂，但优秀的指挥官能让军队在混乱中保持有序，不会自乱阵脚。战场上战车转动，人马往来奔驰，尽管看起来混乱无序，但一个组织严密的队伍是不会被击败的。混乱产生于秩序，怯懦产生于勇猛，弱小产生于强大。军队的混乱与秩序，取决于组织编制是否合理，士兵勇敢还是胆怯，受战争态势的强弱所影响，而力量的强大或弱小，则取决于实际战备资源的充沛与否。也就是说，军队的乱和治，强和弱，战士的勇敢和怯懦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这变化取决于外部条件的改变。擅长调动敌军的将领，能够利用虚假的表象迷惑敌人，使敌人落入圈套。当以利益为饵时，敌人定会趋之若鹜。将领应巧妙设置诱饵，诱敌深入，随后以重兵埋伏，一举歼敌。所以，善于战斗的人，寻求的是利用有利的态势，而不是苛求士兵个人的表现。这样就能选择合适的人才，来利用这些有利的态势。利用有利的态势进行战斗，就像转动木头或石头一样。木头和石头的特性是，在平稳的地方它们会保持静止，在陡峭的地方它们会滚动。方形的物体容易停止，圆形的物体容易滚动。因此，善于战斗的人利用有利的态势，就像让圆形的石头从高山上滚落下来一样，这种态势是无法阻挡的。汉高祖3年，汉军和赵军在井陉交战。汉军大将韩信利用赵军主帅陈馀轻敌之心，
摆下兵家大忌的背水阵，表面上看似自觉退路，陷入绝境，实则深谙兵法之道，以此绝境激发出士兵们前所未有的斗志与决心。凭借这一出奇制胜的战术布局，韩信随后实施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，彻底击溃了赵军。此番战役正是韩信灵活运用奇政之变的战略精髓，通过背水一战，营造出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的磅礴气势，从而一举赢得了辉煌的胜利。唐朝名将李靖在平定萧息的战争中，成功地将庞大的军队分割成多个部分，每部分都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。他通过严格的编制和管理，使得每个部分的军队都能像小部分军队一样灵活自如，最终成功平定了萧息的叛乱。这个例子体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治众如治寡的思想，即通过合理的编制和管理，使得庞大的军队也能像小部分军队一样高效运作。汉朝时期的霍去病北击匈奴，他率领军队深入大漠，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和速度优势，对匈奴军队进行了快速而猛烈的打击。霍去病通过精准的时机选择和迅猛的攻势，使得匈奴军队无法做出有效的抵抗，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这个例子体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士的思想，即通过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，使得敌人无法抵挡自己的攻击。在古罗马时期，迦太基杰出将领汉尼拔与坎尼战役中，施展了一出精湛的包围战术。他巧妙地将罗马军队引入一个狭窄的地形区域，随后从两翼发动迅猛的夹击，给予罗马军队以重创，导致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这一战役堪称以正和以奇胜的经典范例，完美诠释了如何凭借创新的战术策略，即便面对数量上远超己方的敌人，也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聊虚实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